今天我们来聊聊金融市场的一场大戏，巴菲特终于出手了，他一下砸进30亿美金，杀入了一个最近多年来都不被看好的市场冷门。同时，全球央行的降息第一枪已经打响，预示着长达数年的紧缩时代将告一段落。更令人振奋的是，四大板块可能因此迎来未来10年的主升浪，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兴奋，又有些不可思议？今天我们就从头说起，深入探讨这背后的故事和逻辑。过去2年，整个市场经历了一场高利率风暴。为了对抗失控的通货膨胀，各国央行疯狂加息，美联储更是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把利率从接近01路提升到超过 5%， 创下数十年来最迅猛的加息记录。一夜之间，钱变贵了，借贷成本飙升，企业融资变难，股市债市双双承压，特别是一些对利率极为敏感的行业，仿佛迎来了寒冬，房地产卖不动了，建筑商愁眉不展，银行放贷放得战战兢兢，小企业融资成本大增，高科技成长股的估值被高利率打了个对折，连一向稳健的公用事业公司都因债务利息高企而日子难过，市场陷入低迷。不少投资者开始怀疑，难道繁荣就此结束了吗？就在大家苦撑寒冬的时候，有一个人却静静地观察着一切。沃伦·巴菲特，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股神。巴菲特手握巨额现金，很长一段时间按兵不动。很多人猜测他是不是在等一场史诗级的大崩盘，好捡便宜货。毕竟他过去多次在市场最恐慌时大举买入，一战封神。然而市场迟迟没有等来崩盘，美股反而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稳步回升。巴菲特依然保持沉默，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90多岁高龄的他，这次真的看走眼了吗？转折发生在近期。根据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2025年第2季度突然出手，在美国股市悄悄建仓了多只股票，而且方向耐人寻味。首先，他大举买入了美国最大的住宅建筑商之一 D.R. Horton 公司的股票，投入金额约2亿美元。同时，他还增持了另一家知名住房建筑企业 Lennar 的股份。这还没完，他甚至新建仓了一家钢铁公司的股票，美国钢铁业龙头之一的纽科公司。不仅如此，让市场跌破眼镜的是，巴菲特还豪掷约16亿美元，买入了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服务公司之一联合健康集团的大量股份。与此同时，他在多年重仓的银行股上进行了减持操作，悄悄调整了整个投资组合的方向。这一系列操作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巴菲特嗅到了风向的转变。他买入的几家公司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属于此前因高利率而沉寂低迷的板块，住宅建筑、传统制造业、医疗保健。这些行业在过去的高利率时代日子并不好过，因此股价表现落后于那些炙手可热的科技巨头，可以说是市场上的冷门。而巴菲特选择此时大举杀入，正说明他预见到利率即将走低，这些被压抑的行业将迎来转机。正如市场评论所言，巴菲特此刻增持住房相关股票，被视为他在压住美联储降息。毕竟，房地产行业对利率走势最为敏感，高利率压得他抬不起头，一旦利率回落，这个行业将如鱼得水。那么，降息的号角真的已经吹响了吗？回顾不久前发生的一幕，2024年9月，在全球央行年度盛会杰克逊霍尔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释放出一个重磅信号，对抗通胀取得进展，降息的时机已到。随后，美联储果然在9月的会议上祭出50个基点的大幅降息，正式宣告紧缩周期的结束，开启了新的货币宽松周期。要知道，在此之前，美联储已经整整4年半没有降息了，这一次一出手就是 0.5% 的降幅，力度之大出乎很多人意料。鲍威尔也同时强调，大家不要以为每次都会如此激进，未来的降息节奏将取决于经济数据，必要时会放慢甚至暂停降息。但无论如何，第一枪已经打响，全球投资者无不精神一振，困扰市场的高利率阴霾终于开始消散了。降息的意义何在？简单说，就是钱变便宜了。如果说之前加息如同把经济的水龙头越拧越紧，现在降息就是开始重新放水。利率下降意味着企业贷款负担减轻，
老百姓按揭买房买车压力减小，政府融资搞基建也更容易，资金成本降低后，经济活动往往会重新活跃起来。同时，低利率还有一个直接效果，投资者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因为无风险利率下降了，钱存银行拿不到什么利息，更愿意流入股市等资本市场寻找回报。所以，历史上一轮大的降息周期，往往伴随着新一轮牛市的开启，就像春雷响过，大地回春，一度寒冷枯萎的行业开始冒出新芽。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去看几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上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大幅加息，击溃通胀后，随即开始降息，结果美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股市在80年代迎来黄金时代，多个行业百花齐放。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联储迅速降息刺激经济，接下来出现的是房地产与金融的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超低利率时代，这直接孕育了此后长达10多年的大牛市，尤其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翻个5大科技巨头市值飙升，掌控了市场的半壁江山。可以说，每一次降息周期都为市场带来新的领军板块和投资主线，有时是房地产和银行称雄，有时是能源和新兴市场起舞，有时又是科技巨头独领风骚。那这一次呢？2022年至2023年的疯狂加息潮之后，现在降息周期刚刚开启，我们正站在新的10年周期起点，谁将成为未来10年的明星？这正是大家拭目以待的。巴菲特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押注的正是那些在高利率时代被冷落的差生，他相信这些差生将在新的环境下一跃成为优等生。总结起来，有4大板块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他们极可能乘着降息的东风，迎来长达10年的主升浪。首先，第一大板块是房地产及住宅建筑板块，这毫无疑问是巴菲特此次动作中最明确的方向。过去几年，房地产行业可谓备受折磨，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一度飙升到 7% 以上，创下20年来的新高。对普通家庭而言，贷款买房的月供压力暴增，许多人直接被拒之门外。对房屋建筑商而言，市场买气急剧下滑，新屋动工和销售都冷风嗖嗖。高利率简直是房地产的天敌，它像吸干池水一样吸走了市场的购买力。最新的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全美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最近跌回到了疫情后的新低水平，不少建商为了卖房不得不降价促销。超过1/3的住宅建筑商报告说，他们已经在降价出售房屋，将近2/3的建商提供某种形式的优惠来吸引买家，什么免费升级装修、支付部分贷款利息补贴等等，能用的招都用了，只为了说服犹豫不决的买房者出手。可以说，在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面前，曾经火热的住房市场变得门可罗雀。然而，转机正在酝酿，随着通胀压力的缓解，房贷利率近期开始松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最常见的30年期固定按揭贷款平均利率已降至 6.58%， 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 6% 左右的利率相较疫情时代的 3% 仍算高，但趋势已经出现拐点。今年以来，房贷利率已经下降了将近 0.5个百分点，这对购房者的心理预期产生了巨大影响。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利率最艰难的时刻已过，未来只会更低，不会更高。于是，原本按兵不动的刚需买家们开始活跃起来。很多家庭一直憋着不买房，就是等利率降下来。一旦确认降息通道开启，他们将蜂拥入市。在房地产市场，购买力的恢复常常会像决堤的洪水。况且，美国住房市场本身还存在结构性的供应不足问题。过去10年，新屋开工速度远低于人口增长和置换需求，房子其实不够住。高利率压制需求，但也进一步放大了潜在的被压抑的刚需。只要利率一松，这些刚需如同压缩的弹簧，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巴菲特显然对此了若指掌，所以他抢先买入了住宅建筑商的股票。这可是他过去几十年甚少涉足的领域，足见他的决心和眼光。消息传出后，市场迅速做出反应，资金开始涌入整个房屋建筑板块。住宅类股票最近明显跑赢大盘。就拿美国住宅建筑商 ETF 来说，
在过去一周里涨幅高达 5.6%， 几乎是同期大盘涨幅的4倍。曾经的冷门板块开始热起来了。今年以来，一些优质的建筑公司股价节节攀升，例如巴菲特买入的 DR Horton 股价不久前刚刚突破了一个重要技术形态的颈线位，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Lennar 的股价也扭转了颓势。华尔街分析师们纷纷上调对住房类股票的预期，认为房地产春天将至。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几年抵押贷款利率逐步降回 5% 甚至 4% 附近，美国住房市场将释放出多大的潜力。房屋开工、装修建材、家居用品，整条产业链都可能水涨船高。对投资者而言，房地产板块很可能正在酝酿一波长牛行情。毕竟，每个美国人都需要住房，这刚性需求摆在那里，高利率只是让需求推迟，并不会让该买的房子消失。而巴菲特已经抢先卡位在这条即将启动的赛道上。紧随其后，第二大值得关注的板块是金融板块。金融业与经济周期和利率环境的联动极其密切。在本轮加息潮中，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我们乍一听可能觉得利率升高，银行贷款利息收得更多，应该更赚钱才对吧？事实上没那么简单。过去1年多，美国的利率曲线一度出现倒挂，这对银行非常不利。银行的生意模式是短借长贷，结果短端利率飙升，资金成本剧增，而长端利率上升有限，放长贷的收益并未同步提高，银行利差被大大挤压。再加上经济放缓预期下，贷款需求下降，一些高风险贷款还增加了违约风险，银行不但不敢大举放贷，还得担心坏账。2023年初，我们就见识了一波银行业的风险事件，几家地域性银行撑不住迅速升高的利率和存款流失，出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甚至倒闭，引发市场一度恐慌。今年上半年，美股市场虽然反弹，不过主要是大型科技股在撑指数，银行股整体表现落后，许多银行股价还处在相当低迷的水平，投资者对金融板块兴趣缺。但是现在情况要发生改变了，降息周期对金融业而言无疑是场及时雨。首先，短期利率往下降，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就降了，息差有望重新扩大。如果美联储持续降息，利率曲线将趋于正常，甚至出现陡峭化，对银行而言就舒服多了，借短贷长又可以赚取可观的利差利润。其次，降息往往意味着经济企稳回暖，企业融资和居民贷款需求都会上升，银行的业务量有望增加。不仅传统银行如此，保险公司、券商等整个金融体系都会受益。保险公司手中大量债券资产在降息时价格上涨，投资收益增加。同时，整体经济稳定意味着保险理赔风险降低，双重利好。券商则盼着牛市带来交易活跃和资产管理规模提升，降息无疑提高了股市吸引力，交易量可能节节攀升。更何况，一旦市场进入牛市，金融股往往作为权重板块，也会受到资金追捧，是大而不能倒的压舱石。事实上，精明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布局金融板块。今年以来，美国几家金融巨头的股价表现相当亮眼，甚至创出了历史新高。包括巴菲特自家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价都屡创新高，高盛等投行巨头的表现也相当强势。这说明市场对未来金融业的环境已转趋乐观。巴菲特虽然减持了一部分美国银行的股票，但这或许是出于对个别银行风险管理的考量，并非对整个金融行业看淡。实际上，巴菲特依然重仓持有美国运通、穆迪等金融类股票，他自己的公司更是经营着庞大的保险业务。换言之，巴菲特本身就是金融板块最大的参与者之一。降息对他的帝国而言，自然是整体有利的。当宽松的资金环境回来，巴菲特的保险浮存金可以更低成本地运用，旗下企业也能得到更便宜的融资。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如果经济温和复苏，信贷市场活跃，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利润将稳步提升，金融股价值将重新受到发掘。经过前期的压抑和洗牌，现在的金融板块就像一个压缩的弹簧，有望在降息东风下逐步伸展。过去牛市里，金融股充当过多次领头羊，未来10年他们仍有机会再展雄风。
第三个值得期待的板块是医疗保健板块，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你可能会问，医药行业不是一直相对稳健吗？怎么也算冷门？其实在金融市场中，医疗板块既有防御性，也有成长性，往往在降息环境下表现突出。回顾历史数据会发现，在多数降息周期中，医疗保健行业往往是股市中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道理并不难理解，当利率下降，经济进入宽松期，整体风险偏好上升，资金会寻找既有稳定现金流又具备创新潜力的行业。医疗保健正符合这一标准。一方面，人们无论经济好坏都需要医疗服务和药品，需求比较刚性，具有防御属性。另一方面，低利率环境下，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更容易融到资金去研发新药，制药巨头们也更积极进行并购扩张，加速行业成长。所以，每当宽松周期来临，医药股经常会迎来一波强劲上涨行情。当前的医疗板块其实已经暗潮涌动。2023年至2025年之交，我们看到许多大型制药和生物科技公司的股价频创新高。例如，生产减肥神药的礼来公司，股价在过去1年大涨，市值一度超过传统石油巨头。再比如，做糖尿病和减重药物的丹麦药厂诺和诺德，也成为欧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还有一些医疗行业的不同细分领域龙头，如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直觉外科公司，美国的大型医院连锁 HCA， 做心血管器械的波士顿科学，研发新型免疫疗法的再生元制药等等。他们的股价今年来涨幅都相当可观，有的甚至超过了一些知名科技巨头的涨幅。这些现象其实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聪明钱已经提前布局医疗板块，预计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医药行业将大有可为。巴菲特在这方面的动作同样值得玩味。熟悉巴菲特的人都知道，他过去对医药股一直比较谨慎，很少重仓这个领域。然而这一次，他破天荒投入重金买入了联合健康集团的股票。联合健康是美国医疗保险和健康服务行业的巨头，公司业务横跨保险、医疗网络、药品福利等多个领域。近期联合健康股价因为一些短期利空而有所下跌，估值变得诱人。巴菲特大笔买入，显示他看中了医疗保险这门生意长期稳健的现金流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医疗行业的长期前景被他看好。想想人口老龄化的浪潮正席卷全球，各国对医疗投入只增不减，新药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些都是医疗板块未来10年持续增长的基石。降息只会让这块基石更牢，因为资金成本下降，让整个行业更容易获得资本支持去创新和扩张。可以预见，在较低利率环境下，医疗行业将涌现更多突破性的技术和产品，不管是新的抗癌疗法、革命性的减肥药，还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对应的公司收入和利润有望水涨船高。投资者当然不会错过这块蛋糕。未来10年，也许我们会看到医疗保健板块长牛不断，既能提供稳定回报，又能带来惊喜表现。毕竟，照顾健康是永远的刚需，而科技进步让健康产业充满惊喜。最后第4大板块，我们要说的是科技及通讯板块。也许有人会疑惑，科技股不是已经涨得很好了吗？今年以来 ，AI 人工智慧浪潮席卷市场，美国的7大科技巨头股价飞涨。AI 龙头英伟达股价甚至在短短几个月内翻倍，再翻倍，看起来风头无两。但请注意，前期科技巨头的上涨其实是在逆风条件下取得的成果，那时利率还在高位，高利率对科技成长股来说如同重力，未来现金流折现下来，价值变小，所以利率升时估值受到抑制。即便如此，优秀的科技公司仍然靠自身业绩和市场对未来的想象力撑起了股价。现在想象一下，如果利率开始下降，这种重力减弱甚至消失，科技行业将获得多么强大的推力。降息对科技产业的影响可以说是4两拨千斤。融资成本降低后，企业更愿意在研发和扩张上投入，创业公司更容易拿到风投，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会层出不穷。对消费者来说，利率下降意味着经济压力减轻，他们也有更多余钱去消费电子产品和科技服务。总而言之，
降息营造的是一种有利于科技进步和扩散的宏观环境。除了资金面的利好，科技行业本身也正处于关键的变革节点。人工智慧的突破只是开端，未来10年我们可能迎来 AI 的大规模应用落地，从自动驾驶到个人智能助理，从医疗 AI 诊断到产业自动化，每一个领域都有诞生新巨头的可能。还有通信技术的升级， 5G 建设完成后， 6G 的研发已经在路上，网络速度更快，将催生新的应用场景。元宇宙、AR、VR 等概念虽然一度降温，但技术成熟后依然可能开辟全新市场。半导体行业在经历了供应链波折后，也将在新技术，比如先进制程、芯片封装创新、AI 芯片需求带动下重拾增长。而所有这些创新有一个共同的需求：资本支持。高利率环境下，资本成本高昂，企业往往缩减长线研发投入，投资人风险偏好降低，更倾向当下盈利，不愿碰烧钱的长期项目。但在低利率宽松时期，这种顾虑大大减轻，长期回报重新被重视，愿意投资未来的钱变多了，科技创新就会加速。所以，我们几乎可以预见，降息周期将为科技和通信产业注入一针强心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本轮科技板块的行情可能和过去10年有所不同，领跑者队伍将出现扩容和更替。回顾上个牛市，特斯拉、苹果、亚马逊、微软、谷歌这些巨头一路高歌，垄断了投资者的目光，也撑起了大部分指数涨幅。而未来的10年，随着货币环境宽松，市场格局可能从大者恒大转向百花齐放。美国银行的一项市场研究指出，当经济从低迷转向复苏阶段时，小型股和价值型股票往往表现更好，巨无霸公司的相对优势会减弱。现在的迹象也显示这种转变在发生。就在8月，代表美股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上涨了约 6%， 跑赢了同期标普500指数的 3.5%， 这还是罗素指数多年来首度重新领跑。也就是说，资金开始流向那些过去几年被科技巨头盖住光芒的中小公司，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各细分科技领域的后起之秀和上下游产业链公司，以及一些传统行业但具有转型潜力的公司。当然，大型科技公司本身也不会停下脚步，他们现金充裕，会利用宽松环境去并购新技术公司，投入新项目。所以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景象是，科技和通信板块在降息周期中继续前行，但不再是少数几家公司单打独斗的局面，而是群星闪耀。投资机会将更为广泛，从芯片、云计算、人工智慧软体到电信、营运商、新媒体、网络安全等等，都可能在新的环境下实现更快增长。特别提到通信服务业，之前提过，高利率令很多电信公司因负债率高而举步维艰，像老牌电信商 ATT 威瑞森股价一度跌到多年的低点。然而降息来了之后，这些通信企业能以更低成本融资，升级网络设备，沉重的利息包袱减轻，同时其稳定的高股息对投资者又变得有吸引力。近期美国一些通信类股票也开始逆势上涨，显示市场对他们的悲观预期在改变。可以说，科技与通信板块将迎来量变到质变的新局面，在宽松的春风中开出更多奇艳之花。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房地产、金融、医疗、科技这4大板块在降息环境下的前景，它们各有各的逻辑和故事，但共同点在于，都曾在高利率时期受到压制，而如今随着利率步入下降通道，有望展现出脱胎换骨的生机。或许有人会问，降息周期真的能持续那么久吗？未来10年真会如此乐观吗？当然，经济和市场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难免有波折，但是我们要看到，大趋势一旦改变，就很难轻易扭转。眼下全球经济虽然还有通胀尾巴和地缘政治风险，但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率确实已大幅回落，为货币政策转向留下空间。同时，经过之前的猛烈加息，很多行业的风险已经提前爆发并被市场吸收，例如银行倒闭潮、房市低迷已经是既成事实，且未引发系统性危机。
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现阶段的目标是实现经济不过热也不冰冷的平衡，既避免通胀再起，也避免经济衰退过深。这听起来难以两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韧性还不错，就业市场等数据依然健康。若果真能实现所谓软着陆，那对股市而言无疑是理想情景。利率下降带来估值提升，同时企业盈利不至于大幅下滑，各行各业都有机会在新的环境下大展拳脚。巴菲特的操作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乐观预期，他选择在这个时刻重仓那些冷门行业，恰恰说明他认为最坏的时代正在过去，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回顾巴菲特一生的投资，虽然他自称不刻意压住宏观经济走势，但他总是能在大势扭转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无论是70年代末开始重仓华盛顿邮报等价值股，踏上美国长牛的顺风车，还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果断出手，支援高盛、记忆等公司，赚取丰厚回报，亦或2020年疫情股灾时按兵不动，避开随后的剧烈波动，可以说他的直觉和判断往往领先半步。而这一次，他瞄准住房、制造、医疗等领域，难道不是在向我们暗示什么吗？在金融市场上，没有谁是真正的预言家，连股神也不例外。但趋势的力量往往超乎人们想象，一旦大趋势确立，人们能做的其实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动。如今降息的序幕已经拉开，各路资金开始重新评估资产价格，曾经被打入冷宫的板块开始重新受到青睐，而之前涨幅惊人的部分明星股则可能放慢脚步，让位于新的领跑者。市场格局即将迎来重大转变，就像多年没有开花的枝头突然在一夜春风后绽放新芽，我们或许正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当然，我们也应保持一份清醒，投资从来不是闭着眼睛押宝，行业就万事大吉。降息虽然是大利好，但如果未来通胀卷土重来，或者其他黑天鹅事件发生，央行也可能再次变奏，经济也有可能出现反复。所以我们在布局这些板块时，要挑选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并且做好风险控制，不能一厢情愿地认定一切都会自动变好。就像巴菲特常说的，要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目前看来，这4大板块刚从市场的冷宫里走出来，很多投资人对他们还将信将疑。这或许正是一个别人恐惧我贪婪的机会点，但未来某个时刻，当他们连续上涨，媒体争相报道，人人疯狂追捧时，我们也要适当谨慎，避免成为最后的接棒者。投资是一场长跑，我们要做的不是押中每一次短期波动，而是盯紧长期趋势，并提早卡位。总结一下，巴菲特30亿美元的出手和全球降息周期的开启，为我们揭示了未来10年的一幅图景。房地产将从低谷走向新生，金融业有望重振荣光，医疗产业蓄势待发，科技通信百花齐放。这4大板块各具潜力，或许将引领下一轮的大行情。如今的市场经历了磨难后，也正在迎来觉醒。第一声春雷已响，您准备好迎接雨后的彩虹了吗？也许未来10年后再回头看，我们会感慨，原来就在2025年前后，新的财富篇章已经默默展开，而当时慧眼识势的人早已搭上了顺风车。希望今天的深入探讨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在投资的旅途中，愿我们都能做那个看清大势、把握机遇的人，共同期待并见证这场可能的10年主升浪行情吧。